2020年中印冲突，解放军直接把印度军人融化了。我的天哪！这可不是我瞎说的啊！就在9月11号，美国那边开了一个挺严肃的会，参议院的听证会要任命一个新的驻印度大使。哎，你想啊，这多正式的场合呀，西装革履，正襟危坐，讨论的还都是国家大事儿。就在这个会上啊，一位名叫比尔·哈格蒂的参议员，这家伙呢以前还当过驻日本的大使，也算是个资深政客了呀。他发言的时候，先是皱着眉头说：“现在我们美国好多人呀，对这个中国充满了焦虑。”听到这儿，我就心想，这不就是他们的老套路了吗？估计又要开始念中国威胁论的经了。结果呢，你猜他下面一句话说了什么？他一脸严肃啊，对着全场的议员和镜头语出惊人的声称，在2020年的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军队使用了电磁武器，将印度士兵融化了。A lot of pearl clutching going on here in America about what does that mean? Is India drifting away? I'll just highlight this: that China and Indi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grievances and distrust. Barely 5 years ago, China and India were fighting over a disputed border, and China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hey didn't use bullets, but they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o literally melt Indian soldiers. 融化了呀，这让我脑中真的是浮想联翩。我的天哪，融化！哎，你当这是拍科幻大片《世界大战》呢？外星人拿了个激光武器 biu 的一下，人就变成灰了呀。这话说出来啊，不光是我呀，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炸锅了。网上那叫一个热闹啊，各种段子手都出动了呀。有好事者就发出一个灵魂拷问：这个三哥要是被烤熟了，那是咖喱味的吗？当然啊，这是个笑话。但是最先急眼的，你猜是谁？不是咱们啊，是印度人。印度媒体立马就跳出来了，连发了好几篇文章啊，说这位美国参议员的指控令人震惊。哎，你听着这个词儿啊。震惊啊！他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其实就是啊，你可别瞎说啊！我们印度的士兵才没有被烤化呢，我们身体好着呢，你这是造谣！你看看啊，这个事儿闹的，美国人呢在这边吹牛说这个中国的武器啊多厉害，能把人烤化，结果印度人就急了呀，说我们没有那么菜，我们没有被烤化，咱们呢就揣着手乐呵呵在旁边看戏，这出戏啊简直是年度最佳喜剧啊！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位参议员的话，他到底是纯属胡说八道，还是真有那么点影子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事儿给你聊得明明白白。你可能觉得融化士兵这个事儿太扯了，肯定是假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啊，抛开融化这个夸张的说法啊，这位参议员提到的电磁武器，或者说是微波武器啊，这个东西啊，咱们国家还真有，而且是早就有了。这玩意儿听着高大上啊，其实原理说出来你一听就懂。它跟啥最像呢？就跟你家里面厨房那个热饭的微波炉原理上是一回事儿。你想啊，这个微波炉是怎么把一盘冷饭变热的？它就是发射高能量的微波啊，让这个饭菜里的水分子高速摩擦震动，然后就产生了热量了。那这微波武器呢，它就是个超大号、超大功率能定向发射的微波炉。只不过呢，咱们家里面的这个微波炉啊，能量是关在那个铁盒子里，对这个饭菜使劲儿，而这个微波武器啊，是把能量啊集中成一束，对着几百米甚至几百公里外的目标使劲儿啊。它主要有2种攻击方式。这第一种呢是专治各种电子设备。哎，你想想哦，现在的武器装备，这个雷达、通信系统、电脑、导弹，哪个离得开精密的电子元件和芯片？这些东西最怕啥？最怕超强的电流和电压。这个大号的微波炉一开机啊，高能量的微波嗡的一下照过去啊，敌人的雷达、无人机、导弹里头的那些电子设备会怎么样呢？强大的微波啊，会瞬间在他们的电路里感应出超强的电流和电压，就像拿个高压电去电你家的电脑主板一样啊，滋啦一下，这个里面的芯片啦、半导体啦、集成电路啊，轻则短路，重则直接烧毁熔断啊。天上的无人机正飞着呢，突然就跟这个没头苍蝇一样乱转，然后就一头栽下来了。这就叫釜底抽薪，不打你的炮，不打你的枪，我直接让你变成瞎子，变成聋子，把你手里面的高科技武器啊变成一堆废铁。这第二种攻击方式啊，那就跟家用微波炉更像了，就是专治各种不服。当这个高功率的微波照射到人身上时，会发生什么呢？
跟这个热饭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啊。人体里70%都是水呀，这些水分子在高浓微波的照射下也会迅速升温。当然了，它不是要把人烤熟啊，它是在非致命的模式下，它会让你的皮肤表层感受到一种极其强烈的、难以忍受的灼热和疼痛感，就好像是有人拿了个烙铁在你这个皮肤上滋的一下啊，也像是这个大夏天站在这个太阳底下，突然有个人拿了个超级大的放大镜对着你聚焦，那种感觉是个人都受不了啊！第一反应就是扭头赶紧跑啊，赶紧离开这个区域。所以这种武器也叫拒止武器，就是让你难受，把你给赶走。早在2014年的珠海航展上咱们国家就展出过一款微波防爆拒止系统的装备。这个东西通常是给警察们用的，比如说对付这个暴徒不开枪不伤人，往这个人群前面一放，开关一开，大家就立马感受到浑身发烫，自动就散开了，效果拔群，还特别的人道。所以你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融化人的黑魔法，它就是一种利用这个微波热效应让人感觉极其不适的非致命武器。原理咱们都搞懂了那下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玩意儿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它到底用没用过呢？答案是肯定用过呀。当时这个事发生后就有一些海外的媒体报道过。后来呢，咱们人民大学的一个金灿荣教授在一个公开演讲里把更详细的情况给披露了。那个过程听着跟电影一样精彩这个金教授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军和印军在高原上对峙，有一个山头被这个印军占领了。这个山头的位置呢特别的重要我们必须得夺回来。但是呢，当时上级的命令是可以夺回阵地，但是不许开枪。你听听这要求多高那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冲突升级，不能打响第一枪，这可把咱们前线的指挥员给难住了这咋办呢？硬冲上去肉搏，高原上大家体力都有限，伤亡肯定大呀。就在这个时候咱们聪明的解放军战士想出了一个奇招，他们就把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微波武器运到了山底下，然后呢，对着这个山顶把这个开关那么一开。这个金教授的原话就是在山底下放微波，把这个山顶呢变成了一个微波炉。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山顶上的印军士兵本来在高海拔地区就有点缺氧，冻得哆哆嗦嗦的，突然之间呢，他们就感觉好像没那么冷了呀，甚至有点暖和。再过了一会儿不对劲儿呀，这哪是暖和呀，这是烫感觉自己就像是进了桑拿房有人还不停的往这个石头上浇水，那个温度是蹭蹭的往上涨然后他们就开始感觉到天旋地转，恶心想吐。结果就是不到1刻钟，山顶上的印军全部都开始呕吐，站不起来，跑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呀，还以为是这个高原反应加重了，或者是碰上什么妖魔鬼怪，反正就是待不下去了，连滚带爬就撤了。然后呢，咱们的战士就轻轻松松的走上山头，把这个阵地给夺回来了。整个过程是一枪未发，一人未伤，兵不血刃，完美的完成了任务。所以你看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咱们确实是用了微波武器，也确实起到了奇效，但是呢，它的作用是让对方恶心呕吐站不起来，而不是像美国参议员吹牛说的那样把这个人直接给融化了。当然了，这种武器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是在这种不开火低烈度的对峙中起作用。真要是打起大规模的战争谁还会老老实实的待在这个几百米外，让你用微波炉慢慢烤人家一发炮弹过来比啥都管用那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那这种微波武器不就是防爆和对峙时用的小玩具吗？你要是这么想，可就小看它了。在未来的战场上这种大号微波炉的真正用途那是相当的恐怖而且是专门用来克制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武器——无人机。这些年你看这个新闻从俄乌冲突到中东战场，无人机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它的成本低，体积小，神出鬼没，还能成群结队的搞蜂群攻击。那你用这个昂贵的防空导弹去打它吧，划不来就好比用大炮打蚊子，太亏了那你用高射炮打吧，它飞得又快又灵活，还真不好打。
这种无人机蜂群战术啊，已经成了各国军队都头疼的一大难题。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大号微波炉高能微波武器啊，就该闪亮登场了。飓风3000能快速发射高功率微波波束，对目标实施强电磁攻击。它的工作原理呢，就像微波炉，但威力可比微波炉大多了。微波炉它的作用距离大概就30厘米，而微波武器发射出的高功率波束，就好比以光速射出成千上万个微波炉，瞬间就到达3000米的高空，把无人机烤得外焦里嫩。咱们常说反无人机有铁三角弹炮系统，就是用这个炮弹导弹打，简单粗暴啊，适合对付这个大一点的远一点的无人机。激光武器啊，就像个狙击手，指哪儿打哪儿，威力大，适合干掉对方最重要、价值最高的那几架无人机。而这个微波武器呢，它就像是个范围魔法师，画出一个巨大的结界或者是禁飞区。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啊，只要有电就能无限次使用，没有弹药消耗，最适合对付那种成百上千的蜂群攻击。可以说啊，在未来啊，谁掌握了成熟的高能微波武器啊，谁就在这个反无人机作战中占据了巨大的优势呀。咱们再回过头来看，整件事其实挺有意思的啊。一个想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美国政客，因为这个缺乏军事常识，说出了融化印度士兵这种惊世骇俗的笑话。结果呢，不仅没有吓到谁，反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啊，让咱们好好的聊了聊中国真正在发展的高科技武器。他这一通胡说八道，反而帮咱们做了一次全民国防科普，让我们知道了原来咱们的解放军在这个边境线上有这样不开火就能制胜的奇招啊，让我们知道了原来咱们在未来的反无人机领域有这样厉害的杀手锏。可以说啊，这位哈格蒂参议员啊，真的是个军工奇才哦，以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呢，为咱们的国防宣传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从这个角度看啊，咱们还真得谢谢他，谢谢他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笑料和话题。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